小伙伴们在办公室坐久了，就是经常会觉得腰酸啊、背痛，所以他们想让我问问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那种什么椅子呀，或者什么腰垫啊之类的，能更好的帮我们缓解这个问题。咱们先看一看你坐下来的状态怎么样，好吗？为什么又是我？为什么总是我？要有一个示范。我日常是这么做的，尤其是注意这个动作，往前蹭的这一下是不是？对，特别爽。然后就对，就如果今天比较忙，就是已经到后半程，我就会是这样的整。这儿摆一杯咖啡。我先把木医生拖出来啊，给大家看一看。拖出来吊打。大家能找得到几处有问题的点吗？二郎腿。是的，二郎腿。还有呢？葛优瘫。是的。腰椎的状态哈，就是其实大家其实也特别常见，就是你的这个腰椎呢跟后背有很大的空隙，这样呢你的骨盆很容易旋转，旋转之后呢，你的腰椎其实最容易有问题的就是最后2节的椎间盘，它是一个向后突出的一个力的一个方向，这就为什么久坐之后，尤其是椎间盘突出的病人这样做一定是的，几分钟就会觉得腰很不舒服。对，还有就是刚才那个手吧，往前伸的太多了，它这个肩胛骨往前跑得太多之后呢，它其实也是很容易驼背的一个状态。然后为了就着这个屏幕呢，它肯定是也要有一些头前伸的姿势啊，是这种很像僵尸，是不是？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姿势，它就很容易引起什么呢？颈椎曲度的一个问题。对，有的人发现，我的曲度怎么变直了，对吗？然后有的人呢是胸椎的紧张导致了一些疼痛啊，这些症状。还有呢是腰痛、椎间盘的一些问题。对，我坐久了是这儿。对，紧，就是肩颈的这个位置紧。对，因为你的手往前伸的太多了，所以它中间的这个肌肉老想把你抓住，它这边就很费力。然后如果要调节的话，怎么调呢？是需要先从底下开始调，先从骨盆开始调，然后一直往上。就很多人他容易出现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矫枉过正，就是他觉得我不是弯腰了吗？那我就挺得多一点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千万不要调这个腰，因为你不知道腰正确的曲度那个度到底在哪儿应该调的是哪里呢？应该调的是骨盆这里。自己自测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手放在这个最下面这一节屁股这里，这就是骶骨的位置哈。骶骨的位置往下一切，然后你自己拿出来看一看，刚好跟这个下面的平面呢是90度的平面，就说明你的骨盆是正的，腰椎自然而然也是一个正确的曲度但是一旦你发现你可能是这样，那肯定是一个锐角，对不对？如果再往这边，这是一个钝角，也是不行的，这样背肌会很紧张。很多人觉得自己坐正了之后很累，其实也是因为过度矫正、矫枉过正。你自己试一下，手放在骶骨这里，对，放在这儿往下切一下，切一下之后，然后你再拿出来看一看，这是不是90度？所以你不管你的屁股底下是什么平面，沙发、椅子、出租车，你只要能确保你的骨盆跟这个平面，是90度的一个状态。然后你再感受一下，对，所以其实你90度坐姿之后，你的腰肌，你看你现在是放松的，对，我明白了，没有过度紧张，我明白了。对，就如果你这样的话，就是紧的嘛，就往前会那样顶一下。是我觉得那个就是一般大家会说你坐直了，大家就会就是往前顶一下。其实中立位的时候是很放松的，对，中立位是很放松的。所以骨盆腰椎调好了之后呢，有很多人不会调胸椎，对吗？其实你调胸椎的时候就调肩胛骨就可以。你这个手呢，就是不能太往前伸，就自然就肩胛骨就收在这个，给大家看一下这边对，你现在是工具人，就是这个肩胛骨千万不要往前飘，是收在这个身体的体侧，这是最自然的一个状态但你这样办公呢，其实你还有个问题是什么呢？你这儿没有，对你这儿没有承托对你时间久了之后这儿会紧张所以你需要而且键盘要够得着，对吧？所以你要把自己往前推得近一点，再往前来一点，对，好，把这个肘关节呢放在这个桌子上，这样呢它有一个重力的抵抗，这样呢就是这个地方不会很紧张。然后一定是需要这个键盘可以前后调的就千万不要就着这个键盘手太往前伸。如果你是笔记本的话，那就需要一个外接键盘，对。然后还有颈椎的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大家要确保什么呢？就从侧面看，就是耳垂和肩膀是一条直线的。有的人很容易头前伸，是因为这个屏幕不太合适，所以这个屏幕可以适当的抬高一点，就是眼睛跟这个视线是平齐的就可以。那只能做这么端正吗？就不能够靠着靠背吗？其实是可以的，就是这么做，肯定大家觉得很累坚持时间不长。就是当你想休息的时候呢，你首先要确保你的屁股跟这个椅子没有缝隙，你再往后坐的对一些。对，你看你这样，你的这个骨盆是没有旋转的。只要这个骨盆没有旋转的时候，你的身子往后仰一点是没有关系的。
因为骨盆不旋转就不会带来第4节、第5节腰椎椎间盘的压力啊，它的腰其实相对还是放松的，包括有一个承托之后，它会整个脊柱也会更放松。对，然后我们今天也有那个小伙伴带来了一个自己常用的那个靠垫，你给测评一下呗。你试一下哈。如果这个放这儿，对，然后你再往后拉一点，你现在感觉呢？怎么样？我有了盔甲，也有了软肋，就感觉这个会。但它卡到了我的肩胛骨，不太舒服。但确实，我觉得背还是有支撑的。对啊，你坐着试试，感觉一下。是，它其实不舒服的。对，就你不觉得我想坐的稍微直一些，但是这边就会顶住你了。对，但腰和那个下腰部还是支撑还可以。对，是的。但是如果就当你坐的很久很累的话，有一点辅助的支撑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毕竟不能那么就老是那么板儿正是吧？对，是的，很多人其实保持不了的啊。保持不了的时候，稍微有一点帮助也是 OK 的。其实最好的是从哪里呢？是从屁股这里开始帮忙，因为它直接从这个下面的这个地方，其实还是不能很好的固定，不能很好的支撑。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时长，就是其实还是要经常变换一下姿势。一般我们建议做多久要起来活动啊？如果可以的话，半个小时40分钟起来接杯水，走一走。其实你只要一走，然后再一坐下，它这个力学就会重新再变。对，它不会一直压着这个。半个小时40分钟呢？那如果我们整个什么毛毯呀、垫子之类的会有可以试试，但是有点支撑不太够，稍微垫着点的话，只要能确保我的骨盆是正的啊，你没这个你也可以保证骨盆是正的呀，就它好像没有特别大的一个意义哈。有很多人躺的时候给你垫腰的啊，你是说这样子的时候？对。哎，这样好像是好一点。可以葛优躺的吗？这样子也不推荐葛优躺。现在不是好多那什么人体力学什么椅之类的啊？对，电竞椅啊之类的，是可以尝试。但是有一点是什么？这个椅子是在这儿，但人是活的，你知道吗？有的人还是会，它即使再好的椅子，它也是一个比较懒的一个状态，也是不行的。所以其实也是还是推荐自己优先，就大家自己这样培养一个好的坐姿的习惯。其实这样做的，你会发现我这样做是不累的，就是脊柱中立位啊。它是靠骨头来支撑的，你的软组织的这个压力不会特别大所以多数不是椅子的问题，还是人有问题，还是要保持好的坐姿啊。所以葛优躺，就屁股要贴着靠背，对，往后贴一些，没有缝隙啊，然后这样就确保这个骨盆没有旋转。葛优躺的核心就是出溜。刚还想说，就是那个，虽然我刚才的那个坐姿一直都不对，但是我也这么做了这30好几年了，然后我其实现在是没有什么任何疼痛的问题的，所以是代表我其实是还好，还是其实这样的，这个就要谈到一点是什么呢？是组织的耐受的这个能力，就是如果你画一个线的话，这个是组织耐受的这个强度和这个它的耐受的程度哈，就是你在这个线以下怎么折腾，还都是可以的。就是比如说你睡一晚上，休息一下，运动一下，哎，它这个就恢复了一些。对，但是如果你最近比较忙、比较累，姿势又不好，它这个疲劳的积累呢，就慢慢的想要突破这个峰值。它一旦突破这个阈值之后呢，它就会持续有一个疼痛，它的症状就出现了。所以就再举个例子，就好像有的人跑步或者是做那个高强度间歇训练，他其实身体的条件还没有达到那么高功能的一个状态，但他总是反复性做一些弓箭步啊、深蹲的动作，他做500次没事儿。他做5000次、3000次的时候，这个症状就出来了所以还是一个疲劳的积累，就是突破了这个组织的阈值才会出现一个症状这就为什么好多人会进来问我说：“哎呀，我脖子痛，我以前都是这样做，怎么就今年脖子痛了呢？”怎么就其实是个积累的过程，就痛就晚了。好的，知道了。所以康复其实更多最重要的一步是在于预防。好，那关于坐姿和我们腰部日常的一些支撑问题，请贾医生帮我们总结一下。好，就是有这么几个要点。第一个呢，就是骨盆要跟这个座椅呈90度的夹角。第二个呢，是肩胛骨收到你的脊柱旁边，对，所以你的人要离这个桌子近一些，或者是键盘拉得近一些。然后第三个呢，就是你的电脑屏幕需要抬高一点，跟视线平齐，确保这个颈椎的一个曲度。就这几点。那个关于这个又被发现了，关于支撑的那个问题呢？支撑的话，就是其实第一个尽量是自己能够保持一个好的一个状态。就当你累的时候呢，你可以有一点软性的支撑，或者像刚才那个支撑呢，稍微辅助一下，能够确保骨盆是一个中立的状态，而不是旋转的状态。然后再一点呢，就是经常站起来走动一下。30-40分钟就要起来活动活动，哪怕打杯水也可以。对，就稍微走一下，你站一下再坐下来，它那个压力就分散了。好的，不是一直积累的。好的，谢谢，今天特别感谢贾医生，然后
后大家回去盘点一下，是不是买了一些不必要的东西？如果购物车里面有，就可以先去掉了。好，谢谢贾医生。如果你觉得本期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评论和订阅哦！你的支持是我们持续更新的动力。